你有没有想过，有颗小行星差点撞上地球，直接把一座城市从地图上抹掉，而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它来过。天上那个小小的亮点，其实是一颗小行星，名字叫2024YR4。它曾经真的吓坏了科学家们。最初的预测显示，它有2.3%的几率会撞上地球，听着不高，但问题是，这东西够大，大到能直接抹出一座城市。所以啊，哪怕只有2.3%的概率，也足以让所有人立马警戒。不过现在呢，消息有好有坏。好消息是，它已经不再朝地球飞了；坏消息是，它现在可能奔着月亮去了。这颗小行星是在2024年12月被智利的 ELSOS 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第一次发现的。根据它的亮度判断，科学家估算它的直径大约在40米到90米之间，差不多就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要是这么大个东西砸下来，后果不会比你想象的小。虽然还不到当年灭绝恐龙的级别，但也绝对能把一整座城市变成废墟。关键看它落在哪儿了。如果砸在巴黎、伦敦或者纽约，那就是城市级别的毁灭，连带周边地区都得遭殃。这也是为什么它当时被列为有史以来最危险的近地天体之一。所以它变成网红小行星也不奇怪。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一直到2025年2月，它撞地风险一直在飙升。但现在我们终于能松口气了，因为 NASA 的新计算结果已经完全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实际上，在接下来的100年里，这颗小行星都不会对地球构成严重威胁。可你是不是又想问了，怎么一开始说很危险，现在又突然没事儿了？这不是搞乌龙了吗？其实这事儿还真挺常见的。一开始觉得小行星挺危险，接着变得更危险，然后某一刻突然安全了，听着离谱，但这流程很常见。那是不是说明他们算错了？咱们不能信他们的数学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科学家第一次发现一颗小行星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天上一小点光。那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到底飞哪儿去。他们只能继续观测，再用一大堆复杂的数学模型去推算它的运行轨迹。可即使这样算完，它的去向仍然带着很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会先画出一个风险走廊，也就是这颗小行星可能飞行的区域。只要这条走廊中有一部分会掠过地球，这颗小行星就会被标记为存在威胁。通常至少要有3次有效观测，才能比较精确地推算出它的轨道，也就是它飞多快，方向在哪儿。而在这个阶段，很多时候看起来反而更危险，因为轨道还不够精确，风险走廊和地球还重合的比较多。但随着观测次数增多，轨道也被不断修正，风险区域也会随之缩小，并逐渐偏离地球，最后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就会哗一下大幅下降。而我们这次说的主角 2024YR4 小行星就是这么一个典型案例。起初吓得大家心跳加速，结果最后发现只是虚惊一场。地球确实是安全了，但它有可能真的会撞上月亮。最早的预测说，这颗小行星在2032年撞击月球的概率是 1.7%， 而最近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3.8%。那如果真的撞上月亮，会发生什么事吗？答案是，对地球完全没影响，不会有冲击波传过来，月亮也不会裂开、炸掉，更不会掉下来。放心，简单说，没什么恐怖的后果。但对科学家来说，这是个超级棒的机会。要是运气够好，我们说不定能看到这颗小行星撞上月球的那一刻。哪怕错过了，我们也还能看到月球表面多出来一个新坑。像这种事儿，其实在月球上很常见。因为月亮没有大气层保护自己，所以太空碎片砸上来是常事。实际上，每年都会有上百次可被探测到的撞击事件。你看到那些突然亮起的光点了吗？那可都是真实拍摄到的小行星撞月画面。但专家们可不是干坐着等着他们来撞，他们这些年一直在盯着月球撞击看。比如欧洲航天局就有个叫做内尔约塔的项目，他们在希腊用一台超级强大的望远镜专门追踪这些撞击事件。他们每年能记录到上百次由太空岩石撞击月球而产生的小型爆炸。同时他们还有个叫路米亚的任务，这是一个小型卫星，
专门记录月球远端，也就是我们从地球上看不到的那一面发生的撞击闪光。这些观测能帮助科学家搞清楚月球到底有多频繁地被撞击，以及这会不会影响未来的宇航员和月球基地。不过啊，2024YR4这颗小行星可能是个特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绝大多数撞击月球的太空物体都非常小，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直径超过50米的撞击事件。如果 YR4 真的撞上了月球，那可能会成为一次超级壮观的大场面。所以嘛，说实话，科学家还挺希望它真的撞下去的。但 YR4 可不是唯一一个让人紧张的小行星，其实还有好几颗已经被列为潜在危险天体。简单说就是，这些家伙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你要知道，太阳系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块太空石头，大多数都安分守己地待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但只有极少数会接近地球，而真正有威胁的更少。NASA 把那些轨道距离地球不到3000万英里的小行星叫近地天体，而在这个群体中，还有一批更特别的家伙，它们轨道非常接近地球，如果其中某一颗撞上来，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目前已知这类小行星大概有2500个，至少我们目前知道的这么多。不过好消息是，专家们并不认为它们短期内会撞上地球，虽然有些的确挺靠近。比如2014 TN17 这颗小行星直径大约有165米，在2025年3月那会儿，它距离地球只有大约520万公里，差不多是月球距离的13倍。听起来不近，对吧？但你想想，宇宙有多大，这已经算是擦肩而过了，而且这还是它300年来离地球最近的一次。幸运的是，啥事儿都没发生，这颗小行星现在已经飘远了。但你也不用天天担心有小行星撞地球。事实上，每天都有小的陨石进入地球大气层。真正值得担心的是那些电影里那种能炸出大坑的大石头。不过，像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其实 NASA 和其他机构都在持续监控。目前所有已知的近地天体中，没有哪一颗是一定会撞上我们的，甚至连有点可能的都几乎没有。而如果情况真的变了，我们其实也有几套人类保命计划，比如 DART 任务，那是 NASA 在2022年搞的首次行星防御测试。他们成功地用一艘航天器把一颗小行星撞偏了轨道。虽然那颗小行星本来对地球没啥威胁，但它是一个完美的测试对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未来派方案正在考虑中，比如用激光蒸发小行星的一部分，制造推力把它推走，又或者建一个引力拖船，让一艘大飞船靠近小行星，靠自身引力一点点把它拉偏轨道。不过这些目前都还只是理论，还没真正上天。如果这些都不管用，那最起码我们现在的预警系统还是能提前几天甚至几周提醒大家撤离。